意大利中右翼赢得大选，欧盟对意大利发出警告。国内新闻报道为什么乱成了一锅粥？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前几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参加会议的时候，有记者提问说，意大利的议会选举中即将出现和普京关系非同一般的重要人物。冯德莱恩回答称，如果有民主政府想跟欧盟合作的话，他非常欢迎。如果有人想让事情朝着困难的方向发展，就像匈牙利和波兰一样的话，欧盟自有手段。而当地时间9月26日，意大利右翼联盟领导人乔治亚·梅洛尼宣布在议会中选举获胜，同时其主要竞争对手中左翼政党民主党宣布败选。这是欧盟内部出现了继匈牙利问题之后又一个新的争执。不过真正让人眼花缭乱的反而是国内的新闻报道。前几天我们看到有的媒体标题是这么写的：欧盟警告意大利，称候选人对俄友好，当选就制裁。还有好几百万粉丝量的大 V 说，欧盟反对梅洛尼，因为他同情俄罗斯。不难想象，很多网友因此对欧盟口诛笔伐了一番，说冯德莱恩是美国的墨尔等等，对意大利的这个右翼表示同情。但是梅洛尼可是一直对华表示强硬态度的，言论干涉台湾问题，极力阻止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在意大利推行，抵制中国电动汽车进入意大利。所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发言人9月23号已经针对其有关言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坚决反对。而他对于俄罗斯的态度恰好也不是什么同情俄罗斯，他要求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让乌克兰具有更强的战斗力，以此来牵制俄罗斯，让俄罗斯在战争中越陷越深，不给普京任何机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梅洛尼在某些大 V 嘴里就变成了梅洛尼同情俄罗斯。最后呢，也就是这些大 V 引导众多网友去维护声援了一个反华势力。当然，冯德莱恩对意大利的警告也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欧盟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安全。梅洛尼的口号不仅仅是反俄反华，还反欧盟反移民，要争取国内民粹的支持，获取选票。欧盟担心梅洛尼右翼政府上台之后，有可能在欧洲撕开一个口子。那么其他欧洲国家会不会有样学样，让右翼势力陆续上台？比如法国还有一个勒庞在虎视眈眈的。欧洲只要有几个大国转向极右，那就很容易再次引爆欧洲长期以来严重的移民问题、宗教问题，引发严重的内部冲突，进而把这个矛盾变成欧洲和中东国家的激烈对立，这样欧洲才是内外交困。那么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的一些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上经常会给出那么多的混乱信息呢？为什么总有些舆论会给我们自己挖坑？估计有些网友又要骂说，这些媒体背后是不是美国势力，是不是1450？并非如此，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的原因，只是能力跟态度问题。比如说，要迎合观众的情绪才有流量，但是如果太多的观众喜欢情绪宣泄，喜欢贴标签，喜欢二极管，喜欢非此即彼，看谁顺眼就往神里吹，看谁不顺眼就往死里黑，判读信息只凭印象不做核实，或者认定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朋友，不明白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那么这样的舆论市场当然只会有利于媒体向浮躁和不负责任发展，塑造一个更适合情绪宣泄和贴标签的普遍认识舆论氛围。最后舆论环境只接受极端二极管思维，排斥冷静分析，甚至还有可能引导更多人去干扰官方媒体。未来有可能因为错误信息多了，大家看到的不是真实世界，而是一个媒体口中的平行宇宙，导致国内很多民众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解放军的一些举动反而不理解，甚至去反对。这2年已经不止一次出这种问题。所以不管是群众还是媒体，大家的言行其实都是在影响社会，怎么避免社会舆论氛围走向自我欺骗，这才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媒体、在公共舆论上的一个历史责任。